你或许听过这句陈词滥调：非法移民违法在先，被遣返是理所当然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那些被抓、被关、被赶走的人几乎全是穷人和有色人种？为什么不是银行家，不是富二代，不是高收入违法者被集中执法？答案只有一个：这不是简单的执法，这是一场国家层面的、穿着法律制服的阶级斗争。你说他们非法，那我来告诉你，这些非法具体是谁？约有78%的非法移民是拉丁裔，其中大多数是建筑工人、园丁、保姆、酒店服务员、农场劳工。他们承担了美国最脏最累的活，领最低的薪水，却为美国每年贡献了超过1000亿美元 GDP。而且他们中有不少人交税，通过假社保号或 ITIN 纳税。你以为他们占便宜，实际上他们就是被压榨的现代奴工。可笑的是，美国农业、建筑、餐饮、老人护理等行业严重依赖他们，但一旦政治需要，他们就被当成国家毒瘤，被扫地出门。这不是执法，这是资本主义系统的双重剥削与投机性清洗。历史上的驱逐从来不是为了守法，而是为了控制底层阶级。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，美国失业率超过20%，资本家与政客需要转移矛盾。他们不是打击金融寡头，不是改革制度，而是用卡车把数十万墨西哥裔劳工和家庭赶出美国。这些人中至少60%是合法移民或美国公民。政府没有法院，没有律师，靠的是你长得像墨西哥人。这不是守法，这是替统治阶级缓解社会怒火的戴罪羔羊政策。1954年，狮背行动，你知道是谁推动的吗？是农业大亨和南部政客。他们一边在布拉瑟罗计划下引入大量墨西哥廉价劳工，一边在工人开始组织工会时大喊非法外来者威胁美国，然后用军队和移民局突袭，在几个月内遣返超100万人，包括很多有合法身份的人。许多人被抛弃在沙漠边界，死于缺水与酷热。甚至狮背这个词就是歧视，特指水路偷渡来美的墨西哥移民，暗示他们肮脏、非法、低等。背后逻辑很清楚，当非法劳工能被压榨时，他们是沉默的工具；当他们开始争取权益，他们立刻被定性为非法威胁。这就是阶级斗争的铁律，底层一动，镇压就到。奥巴马和特朗普，一个沉默，一个高调，本质却一致。你以为民主党温和吗？那你该知道，奥巴马任内驱逐移民超过310万人，是历史第一。他不大声嚷嚷，但建起了全美最大的遣返系统网络。他用重点遣返罪犯的借口，照样把无犯罪记录的劳动者、家庭成员、低收入母亲统统扫地出门。最讽刺的是，他得票中有超70%来自拉丁裔与少数族裔选民，而特朗普上台后，只是把奥巴马时代构建好的系统公开、放大、政治化，执行零容忍政策，小孩和父母强制分开关押，大张旗鼓建墙，把穷人的逃亡之路堵死，派遣边境部队，把平民当成敌军对待，一个精致冷血，一个粗暴极端，但他们都是在为统治阶级打击最穷的那批人。所谓的法律早就成了剥削者的武器。美国富人逃税每年多达5000亿美元，你怎么不主张把他们遣返？华尔街犯罪者无人坐牢，一位酒店服务员没证件就被戴上手铐。这不是法律，是制度在为金字塔顶层服务。他用法律之名，实则维护的是对劳动阶层的永久压制与恐吓。这是不流血的种族清洗，是制度性的阶级战争，别再自欺欺人了。你看到的每一次大规模驱逐，每一次移民拘留，每一次边境围墙加高，不是为了所谓的国家安全或法律秩序，而是为了让穷人闭嘴，让工人不能反抗，让资本继续用低价压榨劳动力，然后在他们不再听话时，把他们像垃圾一样清理掉。这是穿着西装的种族筛除，是用律师和法院操作的阶级战斗，是一个帝国内部对最底层人的系统性镇压。美国清除移民的根本原因不是法律，不是安全，而是维持阶级结构与种族秩序的国家利益需要。移民被清除并不是因为他们违法，而是因为他们太穷、太多、太能干、太便宜。为什么农业、建筑、家政、酒店业需要那么多移民劳工？为什么这些行业不愿提高工资吸引本地工人？
为什么移民来了之后工作都干了，却又被打压、被赶走？答案是资本主义系统的双重利益逻辑，用非法身份压低他们的议价能力，干活不敢讲价、不敢组织，在需要维稳、转移社会矛盾时，把他们变成国家敌人予以清除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在富人庄园里看到无证的园丁，会在总统高尔夫球场里看到墨西哥裔洗碗工，但一到政治危机，就说非法移民抢走我们饭碗。他们不是威胁，是被利用的廉价工具。一旦他们开始维权、变多、组织、抗争，就变成威胁了。清除移民是为了防止阶级同盟形成。上层阶层最怕的是什么？是黑人工人、白人工人、移民工人。团结起来说，我们都活得太苦，是时候一起对抗那些掠夺我们的人了。于是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制造分裂，用非法身份把移民从劳工中剥离出来，用抢工作的叙述激怒本地工人，用治安理由制造恐惧，让普通人支持镇压。这是一场典型的打碎底层联盟的策略，历史上被反复使用。奴隶制时期，用贫穷白人压制黑奴，防止底层联合反抗奴隶主；工业化时期，用爱尔兰、意大利移民打压黑人劳工来压低工资，分化工人组织。当今的时代，用非法移民的概念制造恐慌，拆散底层团结，从而维护财富集中。所谓清除非法移民，就是防止阶级觉醒，让底层人彼此仇视，永远不要看清真正的掠夺者是谁。美国政治如何操作这场看不见的战争？这套逻辑在两党体系中运作良好。共和党用边境安全、国家主权制造恐慌，收割白人保守选票；民主党用改革承诺收割拉丁裔少数族裔选票，然后执政时继续驱逐。幕后赢家是谁？农业大资本主继续压低采摘工工资，酒店巨头少支付保险，免税用工；私营监狱企业靠关押移民赚取巨额利润；武器与边境安全承包商从移民危机中得到数十亿美元政府合同。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资本家顶层阶级乐于见到这样的场面。所谓移民清除政策，就是一套高效运转的政治资本套利机制，最终目的是维持一个分化、可控、顺从的下层社会。拉丁裔不敢维权，黑人被系统性警察暴力压制，白人底层愤怒但被错误的引导去恨移民，中产阶级恐惧动荡而支持强力执法，富人安稳地继续积累财富，掌控政权。资本与叙事，这就是现代帝国的稳定。真是可笑，世界上只有两种阶级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，中产阶级只是幻觉，是为维稳而被制造出来的幻想缓冲带。可笑的是，中产阶级这个被利用的缓冲层常常成了最热心的系统维护者。地下有隐形的阶级铁笼，地上挂着法律、安全、秩序的标语，你看不见血，但血在流。在每一个家庭被拆散的移民社区，在每一个失声的底层工人心里，不是他们违法，不是我们供不起，不是边境不安全，而是维持一个有利于资本与政权稳定的阶级结构和种族秩序。驱逐的是非法，真正排除的是挑战现状的穷人。当非法只是标签，当法律只是用来吓唬穷人的道具，当整部国家机器运作的目的是清除那些没有权利反抗的人，那它就不再是执法，它是国家暴力的文明面具，是压迫机器的程序化执行，是对劳工阶级的一场冷酷战争。所以，请你在说遣返天经地义之前，先问问自己，你到底在支持什么？你支持的可能正是会在危机时刻先把你处理掉的系统，因为这个系统从来不关心你守不守法，它只关心你是不是最底下那一层能被随时换掉、赶走、清洗的人。而在这件事情上，令人讽刺的是，东西方竟然惊人一致，西方用非法、国家主权，东方用维稳、人口治理，说的不是同一种语言，用的是同一套逻辑。这或许才是真正的全球化，也就是结构性清洗的全球共识。那么问题是，就算有人试图打破这样的结构，就算他成为了那个能终结这场游戏的人，他真的会终结它吗？屠龙少年终成恶龙。权力的结构不是个人能对抗的敌人，更何况改变从来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，它需要群众。但群众呢？
群众就是乌合之众。我不是在骂居住在这个美丽星球上的美丽的人们，它不是贬义词，是我们人类最真实的样貌。在怒火沸腾后选择沉默，在觉醒之后又回归服从。人类总是如此，不是因为愚蠢，而是因为惧怕、短视、疲惫，没有安全感。有人说现代人类只是穿了尿不湿的猴子，但我觉得这话都高估我们了。猴子至少知道不在原地转圈，人类却在历史中反复走回同样的死胡同。一代又一代，革命、镇压、沉默，再反抗，再沉默。什么时候是个头呢？人类到底要走向何方？人类到底想要什么？如果我们永远只能在结构的牢笼里扮演奴隶与卫兵、暴民与顺民、精英与牺牲者，那人类所谓的文明到底是向上进化，还是在自我修饰的原地打转？我们可以不回答，但这个问题迟早要面对。